就在8月15号，印度迎来第80个独立日。莫迪老仙儿一身光鲜亮丽的打扮，站上了新德里红堡的城墙。那往年这个时候啊，老仙儿呢好歹还套路出牌，回顾历史，讲讲当年甘地老爷是怎么带领大家摇纺车的。结果今年不一样了啊，老仙儿大袖一挥，直接把历史书给撕了，给全印度人民抛出了一张面向未来的7大神功路线图。莫迪呢给这7条赛道起了个极其霸气的名字，叫 Saptadhara， 翻译过来呢也就是推着印度变成发达国家的7股神力。最绝的是啥？你们知道吗？莫迪这一次连画饼的保质期都改了。以前呢印度喊口号一般都是固定在2047年，反正这个日子还长着呢，到时候他都100多岁了，对不兑现呢全凭后人一张嘴。但是这回呢老仙儿急眼了，直接把时间缩短到了未来的5到7年。各位听听，这是什么概念？意思就是过去5、60年，印度几代人都没有整明白的烂摊子，老仙儿准备用5到7年的时间，直接按快进给搞定了。今天呢，咱们就来扒扒老仙儿的7股神力到底是用工业血汗堆出来的强国引擎，还是又一张超级大饼？咱们先来看排在第1位的制造业。老仙在台上面红耳赤的放话，印度不能只给全世界当组装厂，咱们要从一颗螺丝钉儿、一张设计图，一直做到完整的产品，把整个产业链都死死的握在自己手里。而且呢，成本要低，规模要大，质量必须达到全球标准。大家注意这个细节莫迪在台上把质量这个词破天荒的连着强调了3遍。俗话说得好，人越缺啥就越嚷嚷啥。莫迪这一连3声质量，属实是把自家的底裤给亮出来了。印度制造业的质量全世界那都是有目共睹的呀。前2年苹果的库克满怀期待的响应莫迪印度制造的号召，欢天喜地的把产线往印度搬。结果怎么样呢？印度工厂组装出来的 iPhone 外壳良品率直接给你打了个对折，整一半是不合格的。这就算了到了最后的出厂检测环节，居然还在手机外壳上检测出了大肠杆菌。库克当时在总部估计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我拿你当兄弟你搁这给我喂大料再看他们引以为傲的半高速列车范德巴拉特号，莫迪亲自去剪彩，号称是印度自主研发的高铁里程碑。好家伙呀，首航通车的第1天，车头就直接撞上一头印度野牛，当场直接趴窝了。莫迪现在说要在5年内把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拉起来，不仅要跟中国抢产业链，还要做到全球一流。但是各位，工业化可不是靠打坐冥想搞出来的你要搞制造业得有稳定的高压电网吧，你要搞高端制造，那得要恒温恒湿的无尘车间你还得有很多能看得懂操作手册的熟练工人吧，最后呢，你还得有高效的物流吧。但是这些印度有吗？莫迪喊3遍质量，口号喊的确实响亮，就是不知道坐在台下的外资企业高管们腿肚子发不发抖吃完制造莫迪亮出了他的第2股神力，农业与食品加工。老仙儿说了我们要把印度的农业从农田直接推向全球出口，要把印度的香料、传统美食还有小米打造成响当当的国际顶级大牌哎呦喂，真是把我给看笑了。3个你们自己家的农业到底是个啥底子？自己心里没数吗？印度的农业到今天很大程度上还是在靠天吃饭。一到旱季，农田干的裂缝；一到雨季涝得像淹水库，连最基础的现代水利灌溉和冷链物流都没见明白呢。更搞笑的是莫迪前几年想搞农业改革，结果直接把3哥们给逼急了。几万名农民骑着拖拉机进京抗议，把新德里围得水泄不通，最后逼得莫迪当场公开道歉，撤回法案。现在你跟我说要把农产品卖遍全球，做成国际大牌连自家的耕地扯皮和灌溉问题都没解决，就想着去收割全球胃口啦。接着老仙呢又把手伸向了科技前沿，这第3股力量，老仙直接把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航天机器人、数据中心还有6G统统打包塞了进去。莫迪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印度制造的6G未来是要走向世界的，
到2030年，印度要贡献全球10%的6G 专利。哎呦喂，听到这儿我直接没绷住啊！咱就问一句，三哥，你们家的5G 覆盖率现在到底是个啥情况？前阵子呢，不少去印度旅游的朋友回来吐槽，在印度的大城市里这手机信号一会儿变成4G一会儿变成3G，走到巷子里直接变无服务。大部分老百姓连5G 手机长啥样都没见过。莫迪老先生已经在画2030年掌控全球10%的6G 专利了。这就好比自家村头连根电线杆子还没立明白呢，莫迪老先生已经开始打电话跟马斯克讨论怎么跟火星装 WiFi 了。最搞笑的是印度的通信部门为了配合老仙吹这个牛，还特意发了个报告，说他们已经建立了什么6G 联盟，成立了100多个研发项目呀。可是科技研发是靠真金白银砸出来的，不是靠成立 PPT 联盟吹出来的呀。你连地基都没打，就敢在空气里盖顶楼，也不怕风大把帽子吹飞了。再往后看是莫迪的第4股神力，基建与速度。那老线喊得可响了，我们要打造无缝的高速连接，要建快速铁路，要搞港口驱动开发，让印度的货物与人员跑出中国速度。讲到印度的基建那可真的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大家知道印度修一条铁路或者公路有多难吗？因为地皮产权扯皮，一条几十公里的铁路能扯皮10几年，硬是开不了工。咱们之前说的印日高铁，结果修了整整8、9年，真的才搞定了一小半，进度慢到日本的工程师怀疑人生啊！重头戏来了莫迪老仙的第5股神力，国防自主。莫迪老仙在城墙上意气风发地说，印度不能光买别人的武器，以后无人机、反无人机、网络安全，甚至高超音速武器，印度通通要自力更生，不仅要自己用，还要出口给全世界赚大钱。国防部还配合着贴出了数据，说2025到2026财年，印度的国防生产总值达到了1.78万亿卢比，国防出口也创了新高。听起来是不是挺像那么回事的？但了解印度军工的朋友都知道，印度的国防自主那绝对是世界军工史上一朵奇葩。咱们随便盘盘印度的自研武器史光辉战斗机从1983年立项开始研发，硬生生研制了整整30多年啊！等它终于服役的时候，当年立项的工程师都退休含饴弄孙了，而这架战斗机刚出来就已经落后时代了。阿琼主战坦克研发了整整40年，重量是越改越重，最后重到印度的桥梁和铁路根本就承受不住，印度陆军自己都不想买，逼着买了几十辆，直接放在仓库里当祖宗供着。维克兰特号国产航母建了整整20年历经3次下水，一会儿呢钥匙丢了，一会儿配重不对，甚至在建造期间还被小偷溜进去，拔走了几十块电脑硬盘。印度军队长期以来就是名副其实的万国牌，枪是俄罗斯的，飞机是法国的，大炮是瑞典的，雷达是以色列的。那每次演习或者交火光是协调各种不同国家武器的子弹规格，后勤部门就能急得集体掉头发。现在莫迪老仙说要在5年内搞定高超音速导弹和自主国防，这种口头强军，除了能把印度自己的财政预算砸出窟窿以外，估计邻国看了都只能无奈的摇摇头。接下来呢是莫迪老仙的第6股神力，绿色与海洋经济。老仙说了我们要领跑全球绿氢、太阳能和储能技术，还要大力开发海洋资源，搞蓝色经济。各位听听这个词绿氢、储能、蓝色经济，不知道的还以为印度已经实现了全面工业现代化了呢。现实是什么呢？印度现在的电网主能依然靠烧劣质煤，大夏天高温季煤炭不够用，各大城市排队停电。光伏板和电池核心零部件90%以上全靠从中国进口，连最基础的城市垃圾分类和污水处理都没搞明白。母亲河恒河里至今还飘着各种工业废水和垃圾。你现在跟我说要带领全人类搞绿色氢能和清洁海洋，这不就是典型的屋顶漏水还没修就嚷着要给院子装太阳能发电机吗？那看完了硬核的工业和国防，咱们再来看看莫迪的第7股神力软实力。这一块绝对是把喜感给拉满了。
莫迪把瑜伽、医疗、旅游、宝莱坞电影一股脑全装进了印度软实力大礼包里。莫迪的逻辑呢，非常的感人。美国有好莱坞，日本有动漫，韩国有男团，那我大印度凭什么不能把瑜伽和宝莱坞卖遍全宇宙啊？好家伙，你一边在自己国内搞着369等，一边跑去跟全世界讲印度瑜伽教你心灵平静，这逻辑吧，怎么看怎么违和呀。把这7条赛道串在一起，咱们不得不承认莫迪的 PPT 画的确实挺美的。用庞大的人口去卷制造，用6G 和高超音速搞技术弯道超车，用瑜伽和宝莱坞征服西方人的精神世界。这要是全搞成了，印度确实能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的顶级强国呀。但是问题是，吹牛只需要一张嘴，搞工业却需要你用腿一步一步去跑啊。需要一座座实打实的工厂，一条条高压电网，一公里一公里铺出来的铁路，以及千千万万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工人。印度现在的真正痛点根本不是缺少远大的目标，而是完全没有把目标落地的能力。你想要制造业，但印度各个邦之间的关税和法律至今像一个个独立国家，跨邦搬个货比跨国还难。你想搞基建，一条铁路修个10几年，因为地皮扯皮硬是动不了工。你想吸引外资，结果去印度的跨国巨头就都被税务部门以各种奇葩理由抄家是割韭菜，喜提外企坟场的称号。甚至呢，你们在国际上做买卖比如说买点石油，想用自己国家的货币结算，人家卖家都嫌你们的钱花不出去，最后逼的还得满世界找别的支付渠道。就这经济循环底子，你拿什么逆天改命啊？你把外资都全吓跑了，自家的工业底子又薄如纸光凭莫迪老仙在红宝城墙上一阵激情演讲，这气股神力就能凭空从天而降吗？5到7年很快就到了，当莫迪再次站在红宝墙上回望今天，这7大神功究竟是能成为改变印度命运的转折点，还是又一张被搁在博物馆里的超级大饼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